这说好的金字楠木千年不腐黄，这才几年啊，就变成渣了。该死的李瘸子，居然敢拿假货骗我！系统，10年时间已经到了。回宿主，10年沉睡已经结束，属性点已到账。宿主陈长生，力量1，速度1，防御1，灵力0，寿命80。没错，陈长生正是根正苗红的穿越者，而他所拥有的系统不是什么签到系统，也不是什么屌炸天的无敌系统，只是平平无奇的长生系统。10年时间，说短不短，说长不长，但也足以让很多事情都发生改变。陈长生跟随着自己的记忆，向某个熟悉的地方走去。10年时间，战乱应该过去了，因为战乱分开的心上人，应该也回来了。请问，念慈在家吗？你找谁？这里不是念慈的家吗？我不认识念慈，你找错地方了。陈长生眼中闪过了一丝失望。适逢战乱，念慈只是一个普通人，或许他早已经不在了。长生，是你吗？一道熟悉的声音从陈长生的背后响起，陈长生整个人顿时如遭雷击。不许欺负我娘！10年了，你还是和当初一样。为什么？我们分开之后，我被匪徒追杀，后来是他把我从死人堆里救了回来。半年之后，我养好了伤，战乱也停止了。他和我一起回到了这儿。当时李瘸子说，你在他那里买了一具棺材，然后我等了你3年。陈长生愣了一下，但随后他释怀地笑了，只不过这笑中带着几分苦涩。沉睡10年，这对于自己来说是一个很短的时间，可是对于念慈来说，10年太漫长了。人生又能有几个10年呢？其实从自己来到这个世界开始，他和自己就注定是2个世界的人了。小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李念生，今年6岁了。念生，真是一个好名字。哥哥的名字当中也有一个生字，不过我叫陈长生，你可以叫我长生哥哥。你要去哪儿？李瘸子的棺材布还在，我去他那儿住一段时间。李瘸子，你的棺材有问题，我要退货。放屁！老子做的棺材从来没有人说不好。哎呀，看来我真是大限将至了。陈长生那个死穷鬼怎么来找我了？李瘸子，当初你可是和我打包票说，如果棺材出了问题，可以来找你退钱。现在你这个样子，是想赖账吗？你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这里有什么东西你看上的，尽管拿走就是了。你就不怕我吗？当初我坟上的土，可是你帮我埋的。我今年60，郎中说，我最多还有3年的活头。我李瘸子一生无儿无女，也没什么老相好的。你觉得我会在乎少活3年，或者多活3年吗？而且当初你来买棺材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会回来。为什么？自己给自己买棺材的人我见过，但是兴高采烈的给自己买棺材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对了，小子，有没有兴趣来我这儿当伙计？包吃住，不给工钱。这个行的
最适合你这种孤身一人的家伙了。多少给点工钱啊！李瘸子直接从怀里掏出了一本藏经，扔了过去。哎，就你这活蹦乱跳的样子，怎么也会死在我后面。我死了，东西不都是你的？这巴掌大的地方你也看见了，没有其他地方给你睡。旁边这口棺材就是你的床了。给我这东西干什么？正所谓技多不压身，你要是只卖棺材，谁来照顾你的生意？实话告诉你吧，白事一条龙，我全都会。你要学的东西啊，还多着呢。说得好，技多不压身。寒来暑往，秋收冬藏，8年时间如同白驹过隙一般溜走了。至于那10个属性点嘛，陈长生一股脑的都加到防御上面去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李瘸子并没有死在第3个年头，在陈长生来了之后，他整整活了5年。最终他还是没有熬过陈长生。某天晚上躺入棺材之后，李瘸子就再也没能起来。长生哥哥，女生，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我这里是棺材铺啊！你个丫头，成天往我这里跑，像什么样子啊？我才不管那么多呢，他们爱说什么就去说吧。而且现在瘟疫横行，他们哪还有心思来管我？我去给你做饭啦，你快从棺材里出来吧，别整天睡在棺材里。看着李念生的背影，陈长生不由得轻叹一声。瘟疫已经横行了整整1年了，在瘟疫最开始的时候，念慈夫妇就去世了，他们的白事还是自己帮忙操办的。距离自己上次苏醒早已过去了8个年头，按理说自己是可以再次进行沉睡了，但是念生这小丫头现在举目无亲，自己怎么忍心看着她一个人留在世上？算了，早睡晚睡都一样，还是等这个小丫头嫁人再说吧。长生哥哥，你是仙人吗？你这个丫头啊，说什么傻话呢？我要是仙人啊，我怎么会看着你娘他们中瘟疫而死？你娘可是我很好的朋友。长生哥哥，我今年14岁了，我不是以前的小丫头了，有些事你骗不了我。你这个丫头啊，今天又发哪门子疯啊？不是不给你买糖葫芦，实在是你那牙齿啊，不能再吃糖葫芦了。念慈是我娘的小名。你是在怪我没有救你娘吗？不，我从来没有怪你。我娘死的时候，我从你眼里看到了伤心和痛苦。从小你就把我当妹妹一样照顾，我太了解你了。如果你有办法能救我娘，你一定不会看着她死的。这个秘密是娘在临终前告诉我的，她知道我。明天带你去抓兔子，这件事下就此打住。为什么？当年你错过了一次，现在你还要做同样的事情吗？陈长生只好再次放下手中的碗。不希望亲手埋葬你的是你的子孙，而不是我。李念生不由握紧了拳头。18年前，李念生还未出生，那个时候陈长生就已经和李念生比的娘亲情投意合了。可是18年过去了，陈长生的容貌依旧是20岁。李念生知道陈长生能活很久很久，悠久到凡人无法想象的地步。长生哥哥总是那么好骗，我又骗到你了。作为惩罚，你今天打算送什么给我？这是给你的生日礼物。陈长生从怀中掏出了一个木头雕的小兔子，李念生紧紧地握在手中。长生哥哥，听说明天镇上会有仙人来选徒弟，我想去试试。仙人能活很久很久，或许那个时候我就能一直陪着你了。念生，仙人不是那么……长生哥哥，让我任性一回好吗？好，一切依你。我先回去啦。长生哥哥，你有时间多出来晒晒太阳，
不要老是躺在棺材里。李念生转身离开了，只不过在门口的时候，脚步停顿了一下。长生哥哥，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人终被年少不可得之物困其一生。你这样做，何尝不是给自己添加了一道枷锁？一道黄符在小镇上方发出耀眼的金光，在这金光的照耀下，笼罩着小镇的瘟疫很快也被驱散了。对于仙人显灵的行为，整个小镇的人无不对其感恩戴德。然而那立于飞剑之上的女子始终保持着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。16岁之下，欲求长生者，可上前测仙缘。虽然只是短短的一句话，但是这句话却让整个小镇都激动了起来。一瓶水灵根，丫头，你可愿拜我为师？你可是担心家中亲人？仙人，拜你为师之后还能回来吗？当然可以，待你学成之后自可下山。另外这里有些东西，你可以交给你家中亲人。仙人，这里面是什么？回家打开之后，你自会知晓。你有1个时辰的时间处理家事，1个时辰之后，我就要带你离开。多谢仙人，且容我去处理好一些琐事。长生哥哥，仙人要收我为徒。你真的想去吗？想。为了什么？为了长生。4个字轻飘飘地从李念生嘴里说出，但是这4个字却是重如千钧。因为只有得长生，才能永伴长生。天下有很多人从凡人变成了仙人，却从来没有仙人变成了凡人。足可见，长生路是一条不归路。若是有一天你走累了，你且回头一看，长生哥哥永远在你身后。长生哥哥，修仙是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，放人之心不可无。陈长生谄媚地向门口的女子行着大礼，然而面对陈长生的谄媚，门口的女子露出了一丝丝嫌弃的表情。她怎么也没想到，如此天才的背景居然会是一个晦气的棺材铺。这丫头有仙缘，她未来前途不可限量。这一切多亏仙人慧眼识珠。念生这个丫头呀，从小就调皮，以后就要劳烦仙人费心了。对了，不知仙人所居仙山是何处？若是有时间，我也好去拜访一下。南边万里之外有一宗门，名为玲珑宗，普通人30年也未必走得到。你若是想来，那便来吧。我此次出来是有任务在身，我们要快点出发。长生哥哥，你的话我记住了，我一定会来找你的。说完，李念生就跟着那女子离开了。两人走后，陈长生喜笑颜开地打扫着房间，嘴里还时不时地说着一些高兴的话。1个时辰之后，陈长生突然严肃起来。躲了这么久，出来吧。还不出来，是打算让我请出来吗？哎呀，看样子那个老女人是真的走了。切，会飞了不起呀！小爷睡个1800年儿，照样可以飞。你最好别动念生的坏心思，不然啊，小爷把你家祖坟都给挖干净。陈长生将店里的棺材和念生留下来的包袱收进了系统空间。自己在这里已经停留了8年，8年时间，容貌半点都没有发生改变。这种事情已经让镇上传起了谣言。若是继续待下去，可就不是保养的好这种说法能糊弄过去了。30年走不到，小爷不能走50年吧？我什么都不多，就时间多。炼气、筑基、金丹、
元婴。这已经是陈长生离开那个小镇的第20个年头了。面生留下来的包裹自然也查看了里面的东西，只有一本功法、一颗丹药和一些金银。系统，这上面说3天之内能达到炼气1层是天才，1天之内能达到炼气1层的是顶级天才，1个时辰之内达到炼气1层的是100年难出的天才。那像我这种花了20年才达到炼气1层的，是什么水平？宿主，境界只是衡量实力的一个标准，但不是唯一标准。功法只是变强的一种手段，但不是唯一手段。这个时代的修行体系不适合宿主，但并不代表下一个时代的修行体系也不适合宿主。系统，下一个时代是什么意思？天下没有不灭的王朝，修仙界同样也是如此。众生之所以认为某些东西会永久存在，只是因为它们存在的时间太短暂了。当宿主活得足够久之后，就会发现世间没有什么东西是永远不变的。天道如此，人亦是如此。哎呀，系统就是系统，这说起话来啊，一套一套的。陈长生笑着起身，看了一眼天边露出来的曙光，继续向着南边出发。当一个人拥有无边漫长的寿命时，除了会变得小心翼翼之外，还会变得无聊。面对这极致的无聊，陈长生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，那就是去看一眼念生过得好不好。怪不得那婆娘听到我要拜访的时候满脸嫌弃。我总共花了50年才走到这儿，唉，普通人运气不好，活到50都够呛了。原本陈长生打算混进玲珑宗去看一下念生的情况，但是当他来到玲珑小镇的时候，陈长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。因为玲珑宗方圆100里都在流传着李念生的传说。玲珑宗出了一个1000年难遇的天才，仅仅入门50年就金丹大成，其惊人的天赋更是惊动了闭关已久的宗主。面对这样的天之娇女，无数青年才俊无不趋之若鹜，与其结为道侣。然而面对无数的天才，李念生的回应从来都只是一句：你们所有人加在一起都比不上长生。久而久之，李念生也被修仙界称为最纯粹的修仙之人。请问有人在吗？与李念生的备受瞩目不同，陈长生的存在感几乎可以说是等同于无。整个玲珑小镇的人都没有注意到，在玲珑小镇最偏僻的地方，有一家小的只能摆放3两具棺材的棺材铺开张了。施主，你怎么能躺在棺材里呢？棺材是死人睡的。哎，小和尚，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。无论是凡人还是修仙之人，最后啊都免不了一死。既然如此，那活人为什么要嫌弃自己的最终归宿呢？阿弥陀佛，多谢施主指点，是小和尚我着相了。想不到你人虽小，还蛮有悟性的嘛。说吧，小和尚，来我这棺材铺做什么呀？最近天佛寺和玲珑宗联手降服了一位作恶多端的魔修，那魔修誓死不从，最后被玲珑宗长老击毙。虽然那位施主作恶多端，但小和尚不想看到他曝尸荒野，所以想买一副棺材替他入殓。你有钱吗？我是开门做生意的，可不能做赔本卖卖啊。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哎呦，一枚中等灵石能享受我这里啊最好的一条龙服务。请问什么时候可以出发？现在就可以。要是再拖下去，那个施主的尸体就要发臭了。小和尚，你们这些修仙之人啊，都这么没有人情味的吗？且不说他生前做了什么，
这人好歹也是你们费尽心思才抓到的，这杀人不过头点地，多少也得挖个坑给人家埋了呀。放在这荒郊野外，算怎么回事啊？阿弥陀佛。这修仙界，我看啊，就你这小和尚还有点人情味儿。小和尚，立碑需要知道死者的名字，还需要写上立碑人的名字。他叫什么名字啊？这位施主乃是天魔宗宗主，外号血魔老祖，具体姓名无人得知。至于立碑之人，施主自行处理吧。小和尚受门规所限，不能为其立碑。天魔宗血魔老祖葬于此，送葬人。施主，你的外号叫送葬人吗？是啊，我是卖棺材的，专门给人收尸和下葬，不是送葬人是什么？我的事情啊，已经做完了，先走一步。以后还有这种事情啊，记得来找我。看着陈长生的背影，小和尚歪着头思索良久，因为这是他第一次碰到这么奇怪的人。这个人身上有一种让人说不出来的感觉。看样子应该是储藏类型的阵纹。那血魔老祖如此处心积虑，这里面的东西估计不简单啊。陈长生回到自己的棺材铺之后，立马关闭大门，然后好奇地看向手中的一颗油头。这正是在那个血魔老祖身上发现的。乍一看去，它并没有什么区别，但是仔细观察却可以发现上面刻画了一些细小的阵纹。陈长生右手一挥，面前顿时出现了10多本厚厚的书籍。虽然陈长生只学习了一些基础阵法知识，但是这一切对于陈长生来说都不是问题。伪灵根，有意思，我倒要看看这伪灵根到底是什么东西。随着书上的文字映入眼帘，陈长生发现这本书并不是什么功法或者秘术，准确来说，这只是一本人物自传，上面记载了血魔老祖一生的修行历程。这血魔老祖真是个人才啊，这种稀奇古怪的方法都能被他琢磨出来。系统，你说血魔老祖在书中提到的人造灵根有可能实现吗？宿主既然心中有疑惑，何不自己去寻找真相？哎，别闹啊！这种危险的事情，我怎么会在自己身上做呢？要是一个不小心出了意外，那不就亏大了？而且，我也不想像这个血魔老祖一样，一辈子都被人追杀。宿主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可以寻找一个最安全、最稳妥的办法。最安全、最稳妥，有这种办法吗？为什么宿主会认为没有？世上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事情。血魔老祖之所以会选择这种急功近利的办法，那是因为他当时寿元将近。可宿主你不一样，你拥有近乎无限的寿命，日积月累之下，未必不可以解决这个难题。有道理啊！时间看似软弱无力，却是这个世间最锋利的刀。无论你是化神的老祖，还是神兵利器，都抵不过这时间的侵蚀。所有的事情啊，在时间面前都会变得微不足道。人造灵根是血魔老祖提出的另一种假设，他想用外物植入人的体内，从而形成灵根的存在。然而这个方法有很多难题还没有攻克，比如什么样的天材地宝适合当作灵根？那些天材地宝如何做到不被身体吸收而转化成灵根？岁月悠悠，20年时间转瞬即逝，给血魔老祖收尸的事情并没有引起什么风波。陈长生又开始了他那平静且孤独的日子。
不过值得一提的是，那个新山的小和尚总会隔三差五的来找陈长生，有时候是请陈长生给人收尸，有时候是和陈长生讲述自己的修行心得。陈长生，今日贫僧一定要与你辩上个300回合。你好歹也是天佛寺的传承人，众人口中的一休大师，若是让人看到你现在的样子，岂不是让人笑话？他们想笑就让他们笑去吧，就算他们把我捧上了天，也改变不了我输了20年的事实。眼前这个一休和尚，正是当年那个请陈长生给血魔老祖收尸的小和尚。曾经的小和尚已经变成了一个可以独当一面的青年才俊。听你这意思，今天还想和我辩法？那是当然，不和你辩法，我来找你干什么？在我所认识的人当中，就只有你能和我在佛法上一较高下了。但话又说回来了，你这修炼天赋可是真够烂的。20年前你是炼气3层，现在你是炼气4层，你这境界增长的速度也忒慢了吧？我真担心你某天一不小心就嗝屁了，到时候我找谁辩法去？修行天赋又不是我能决定的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没有天赋我可以帮你啊，虽然不能改变你没有灵根的事实，但是延长寿命还是没问题的。你总是不告诉我你活了多久，我可不想失去你这么一个朋友。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寿命这种事情啊，不要看得那么重，一切顺其自然就行。今天我不想和你辩法，我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。不帮，除非你同意我给你延长寿命。没问题，你如果帮了我这个忙，我就同意你给我延长寿命。什么事情尽管说便是，我一休大师保证办到。我想请你啊，把这个东西交给长生仙子。陈长生，你别告诉我你喜欢长生仙子，这个女人压根儿就对道侣的事情不感兴趣。只要你把东西送到她手上就行。哎，先说好，东西我可以帮你送到，但我不能提你的名字。一旦被长生仙子的追求者知道这件事，你估计会死得很惨。可以。在得到陈长生的答复之后，一休带着木雕离开了棺材铺。看着一休的背影，陈长生轻声道：“小和尚，80年后见。”说完，陈长生将几枚灵石镶嵌在地板上。棺材铺里顿时浮现了一些阵纹，这是陈长生花了10年时间布置的随机传送阵，传送范围未知，传送地点未知。玲珑宗，无数修仙者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，有人御剑而行，有人腾云驾雾。这些人来此的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庆祝玲珑宗长生仙子接任长老之位。念生，典礼快要开始了。师父，我不想当长老，我只想安静的修炼。你还是放不下他。我踏入修仙之路就是为了他，若是没有他，一切都将会毫无意义。可他是一个凡人，70年过去了，他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，甚至很可能长眠于地底。你们终究是2个世界的人，你明白吗？师父，你不懂。面对李念生的执着，水玲珑也不由叹气。来到玲珑宗之后，李念生就开始斩杀，但是他对那个男子的执念也是与日俱增。这一点宗主是知道的，为了了却李念生的执念，宗门特地派人去了李念生的家乡一趟。只可惜，当宗门的人到了那里之后，那个棺材铺早就已经人去楼空了。好了，师父，长老之位我还是要接任的，因为只有成为玲珑宗的长老，我才能获得更多的资源，更好的功法。我可不想在这条路上停下脚步，因为我知道长生哥哥也不会停下。
上清观送琉璃丹2枚，天佛寺送佛经1本。长生师叔，师侄还有另外一份贺礼送上。一休的话让整个典礼瞬间安静了下来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了一休的身上。天佛寺的贺礼已经送过了，现在还有一份贺礼，这明摆着就是一休自己准备的。有心了。努力地咽下一口唾沫，一休顶着巨大的压力将怀中的木雕双手奉上。就在众人以为这次也会和往常一样的时候，原本平静的长生仙子突然站了起来。东西我很喜欢，典礼结束之后你单独一人来见我，记住，单独一人。不是，这什么情况？长生仙子看上了一个筑基期小和尚。哎呀，感谢玲珑宗仙祖保佑，免生他终于想明白了。虽然一休的辈分、实力还有年纪都差了那么一点点，但这不是什么大问题。等天佛寺的那几个老和尚退位，一休的辈分啊，自然就上去了。一休贤侄，你师父慧海禅师最近身体怎么样啊？看到玲珑宗的宗主热情地和自己打招呼，一休都有些懵了，因为他怎么也想不明白，以冷漠著称的长生仙子怎么会喜欢这么一个普通的木雕，而且大家好像是误会了什么事情啊。回宗主，我师父身体安康，只是最近有所感悟，所以才让小僧前来。不卑不亢，果然是名师出高徒。你们年轻人的事情啊，我们这老一辈啊就不干预了。100年之后，等你境界稳定了，记得来玲珑宗提亲啊！啊，宗主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。哎呀，年轻人做事不要这么婆婆妈妈的，更不要因为自己的实力暂时弱那么一点就不好意思。这俗话说得好，女大3抱金砖，女大30送江山，女大3000位列仙班呐。我这关门弟子啊，虽然大了你50岁，但这对修行之人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。眼见这件事越描越黑，一休顿时打住了解释的心思。为今之计，也就只有等和长生师叔单独见面的时候解释清楚了。师叔，事情就是这样，这个木雕不是我的，这里原先真的是个棺材铺，你要相信我。看着空空如也的棺材铺，一休差点急哭了。陈长生这个王八蛋突然消失，我现在就算有100张嘴也说不清楚了。一休，你想和我结为道侣吗？不想，现在不会想，以后也不会想。这样最好。你如果敢有这样的想法，我就把你的光头从你的肩膀上摘下来。从今以后，无论谁问你，你都不准提陈长生这个名字。若是你敢透露半个字，你的命可就保不住。师叔放心，小僧保证不会透露半个字的。可是小僧经常来这里，若是有心人调查，应该会查到一些蛛丝马迹。到时候小僧该如何回答？你们之间的经历可以如实说，但要隐去相貌和名字。若是有人硬要问他的称呼，你就说他自称送葬人。小僧知道了。那小僧还能见到他吗？应该会吧，毕竟他是一个很念旧的人。说完，李念生转身就走了。看了一眼李念生的背影，又看了一眼空荡荡的棺材铺，一休心中积攒了很多问题，可是这些问题没人能替自己解答，唯一能解开这些问题的方法，恐怕就只有时间了。哇，左青龙右白虎，前朱雀后玄武，果然是一处风水宝地啊！传送阵启动之后，自己就被送到了这处荒野。来到此处之后，
陈长生立马开始着手寻找一处风水宝地。80年的寿元，如今只剩下2年了，即将开始沉睡，陈长生自然要找一个好地方。简直完美啊！我怎么能想出这么聪明的点子呢？哈哈。哎，系统，这方法真的能行吗？能不能行，宿主试一下就知道了。失败的结果无非就是浪费你根本不在乎的沉睡时间罢了。也对呀，就算失败了，我也没什么损失啊。陈长生在得到血魔老祖的自传之后，一直在琢磨人造灵根的事情，琢磨了10年之后，还真让陈长生琢磨出了一个安全且又稳妥的办法。陈长生脱光衣服，钻进了那充满药液的玉石棺材，并且开始了为期80年的沉睡。光阴似箭，岁月如梭，80年的时间对于陈长生来说，可能眼睛一闭一睁就过去了。哇，人造灵根果然可行啊！这下再也不用担心被那些大能抓去做研究了。宿主陈长生，力量1，速度1，防御11，灵力0，寿命160。啊，系统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的属性怎么倒退了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我沉睡之前应该是炼气4层的境界，虽然力量微乎其微，但各项属性都有了一定的提高。为什么现在又变成了凡人属性啊？沉睡期间，宿主身体当中的灵力会缓慢地向外扩散，没有了灵力的支持，宿主的各项属性自然会回归到凡人的标准，但通过属性点获得的力量除外。对于这个解释，陈长生撇了撇嘴，很快就接受。炼气4层而已，没了就没了吧。系统，我这91点的防御力，能抵抗什么级别的修士？回宿主，91点的防御属性，筑基境中期之下的攻击无法破开你的防御，筑基境中期可以伤到你，筑基境后期可以造成重伤，筑基期圆满有死亡的风险，超过筑基期，宿主必死无疑。正说着，洞口处瞬间传来了爆炸声，紧接着一道人影兴奋地跳了进来。哇，真是天助我也！这次我一定能成功突破炼气9层。你别吃我，别吃我的肉是酸的，不好吃。哎呀，这没吃过，怎么知道是不是酸的？而且你长得这么水灵，吃起来啊，口感一定很好。我一点都不水灵，就是有点婴儿肥而已。其实我可瘦了，全身上下都是皮包骨。你要是吃了我，肯定是会硌牙的。呀，你不是不化骨？尸身100年不腐，而化为浆；1000年不灭，则为不化骨。不化骨是聚集了天地死气而生，水火不侵，刀剑难伤，以怨念为力，以血肉为食。如果真有这种传说中的不祥出现，你现在啊，恐怕连渣都不剩了。晚辈打扰了前辈清修，还请前辈恕罪。看着跪在地上的狐媚娘，陈长生本来打算随便糊弄她几句，然后就各奔东西。但是转念一想，陈长生还是决定先从这个单纯的狐媚娘嘴里套些信息再说。你怎么会一个人来到此处？你的族人呢？回前辈，晚辈乃是流浪至此，身边并无族人。今夕是何年？此地又发生了何等变化？如今乃是大前380年，此处一切安好，尚未发生什么大的变动。不过晚辈听说，东边300里之外，上清观有化神大能现世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上清观距离玲珑宗大概有1000多里的距离。想不到
我居然传送的这么远。念你是无意之举，就不追究你擅闯洞府之罪了。你走吧。啊，前辈，我就这么走了。那你还想干什么？可是这种情况，前辈你不是应该赐下机缘的吗？看着胡媚娘那清澈且愚蠢的眼神，陈长生也不由得心中一乐。都说狐狸狡猾无比，这么单纯的，自己还是第一次见。也罢，你我相遇即是缘分，那便赐你一些机缘吧。紧接着，陈长生随口给这胡媚娘讲述了一些筑基时的心得感悟。这些感悟都是当年一休小和尚和自己讨论过的。说完，陈长生离开了沉睡80年的洞穴。陈长生需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，那就是寻找下一个目标，以此度过自己漫长的清醒岁月。陈长生！怒吼声在藏经阁中回荡。一个身穿道袍的英武男子正在四处观望，似乎寻找着什么。听到怒吼声，身穿道袍且睡眼惺忪的陈长生猛然从书堆里抬起头来。清风师兄啊，有什么事吗？长生师弟，你来上清观已经10年了，10年时间你依旧在炼气9层徘徊，你到底还想不想筑基了？哎呀，筑基这种事情啊，急不得，慢一点啊，总没什么大错。你这不是慢不慢的问题了，你压根儿就没打算筑基啊。别人延长炼气境是为了打下坚实的根基，但也没有像你这样一拖就是10年。而且，你虽然有炼气9层的境界，可你连炼气7层的外门弟子都打不过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修道是修道，要这么多目的干什么？另外，打架这种事情啊，有师兄你就够了，这多我一个不多，少我一个不少。师兄，你还是莫要再为难我了。陈长生，你少在这儿给我打马虎眼。筑基这件事是师父亲自叮嘱的，你突破也得突破，不突破也得突破。无量秘境马上就要开启了，师父他老人家亲自给你要了一个名额，这次你是跑不掉了。说着，清风就带着一脸无奈的陈长生离开了藏经阁。上清观大殿，一位道骨仙风的老者立于大殿之中。上清观10位内门弟子都规规矩矩地站在两旁，陈长生则是站在了队伍末尾。长生，你入我上清观有多少年月了？回师傅，弟子入观已经有10个年月了。10年前，恰逢师祖出关，而你也正好路过上清观。师祖于茫茫人海中一眼就选中了你，当时师祖直接将你带到了上清观，并且说你与道有缘。哎呦喂，师傅，骨头要断了，您轻点儿。你是否与道有缘，为师不敢妄下定论，但你是否能给为师解释一下，后山那块放了300年的雷击枣木，为什么会变成棺材？听到这话，陈长生的9位师兄全都嘴角抽搐不已。后山的那块雷击枣木，是师父300年前从一个金丹圆满的大妖手中抢来的。为了这块雷击木，师父闭关修养了整整30年。平常时间，上清观的弟子别说是碰了，就是连看都没有资格看上一眼。现如今，小师弟居然拿雷击木来做了棺材，这可真是胆大包天呐！师父，小师弟完全是无心之举，您就原谅他这一回吧。无心之举？我只给了他外围阵法的路线，核心阵法的路线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他。3年前那块雷击木还好好的放在那儿呢，可是昨天我去看，它却变成了一具上好的棺材。
我很好奇，是什么样的无心之举，能悄无声息地破开我的大阵？师傅，那块雷击木已经放那里很久了。虽然这种材料可遇不可求，但对于师傅你现在的境界来说，多少有些鸡肋了。那东西对我有没有用，我还用你来教？雷击木是我留下来准备雕刻三清祖师的，现在雷击木没了，你来告诉我这件事情怎么办？道在人心，三清泥塑即可。想让旁人懂我道门，何须外物？存心邪僻，任尔烧香无点印。福身正大，见无不败有何妨？好，小师弟果然是与道有缘，这22个字尽显我道门风采。悟性尚可，但实力却狗屁不如。雷击木的事情暂且记下，若是不能在无量秘境筑基，小心你的腿。现在赶快给我滚，看到你们就心烦。见师傅还没消气，几位师兄当即带着陈长生离开了此处。等陈长生走后，元神上人才仔细揣摩面前的对联，反复地诵读了10遍之后，元神上人得意地说道：也就只有我元神上人的徒弟才能写出如此有道韵的对联。看看这字，铁画银钩，气度不凡，一般人哪能写出这字啊？慧海秃驴和赵德柱那个王八蛋，仗着自己收了个好徒弟，整天耀武扬威的。等长生筑基之后，定要杀杀他们的气焰。天空中有数道流光闪过，地上的凡人见状，无比心生向往，因为流光代表着这个世界无所不能的仙人。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，那流光当中有一个十分不思进取的仙人。师兄，你的灵力在后些，风力太大，让我无法专心看书了。长生，你整日捧着书本，到底都在看些什么书？只要是书，我都喜欢看。我不但喜欢看书，我更喜欢看这世间的每一件事物。可是啊，世间太大，我就算花上千年万年，也未必能一一看尽。所以啊，我选择先看书，再看这世间。那你看了这么多书，这些书对你有帮助吗？当然有。如果不看书，我怎么能解开师傅的核心阵法呢？此话一出，不只是陈长生的几位师兄来了兴趣，就连在前面领头的元神上人也竖起了耳朵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藏经阁之中有师傅布下的阵法？哎，师兄说笑了，师傅并不擅长阵法之道，藏经阁怎么会收录师傅的阵法呢？你这话有点伤人啊！好歹我也是你师傅，元婴境大能，你一个炼气9层，有什么资格来点评我？既然藏经阁当中没有收录师傅的阵法，那你是怎么破阵的？就算师傅不擅长阵法，但元婴境修士布下的阵法，也不是你一个炼气9层可以参悟的呀。师兄说的没错，按照常理啊，我自然是参悟不了师傅的阵法。但是师兄却忽略了一个道理，那就是天下间所有的事都是有迹可循的。上清观藏经阁中关于阵法的书籍，我已阅览10之8九。在阅览五行阵法一脉的书籍时啊，我还发现了师傅当年留下的笔记和感悟，因此我对师傅的布阵习惯有了一些了解。明月，你掌管藏经阁，咱们上清观有五行阵法一脉吗？我虽然没有小师弟博闻广记，但是藏经阁的大致分类我还是知道一些的。没听说过五行阵法这一脉啊。二师兄当然不知道了，二师兄看守藏经阁是30年之前，但五行阵法早在50年前就被撤出藏经阁了。
五行阵法这个路数，100年前的修仙界盛行一时，但后来逐渐被其他的阵法路数所代替。小师弟，你别告诉我你去了书坟。二师兄果然慧眼如炬，我确实去了书坟。小师弟，你该不会把书坟里的书都看完了吧？明月师兄莫要说笑了，师弟我才入门10年，何谈看完啊？哎呀，不过我已经看了3/10了。啊，3/10？书坟里书籍的3/10，恐怕有40万之巨吧？嗨，没有这么多。书坟里共有藏书983521本。这些年来我一共看了286385本，勉强有3/10吧。在入门的第2年的时候，师傅就给我展示了那块雷击木。为了破解师傅留下来的核心阵法，我花了1年的时间，阅尽藏经阁的所有阵法书籍。一番比较之后，我发现师傅所布下的阵法是由9宫八卦阵和北斗阵糅合而成。后来我在书坟当中看到了五行阵法的典籍，并且还得到了他老人家自己对阵法的一些见解，最终在10天前完成了棺材的制作。听完陈长生的描述，众人无语了。清风用一种惋惜的眼神看向元神上人，那感觉好像在说：师傅，你的雷击木死得不远。无量秘境此时已经聚集了许多大大小小的门派。陈长生等人刚刚降落，玲珑宗的宗主赵德柱就喜笑颜开地过来打招呼：嘿呦呦，这不是元神上人吗？这50年没见，你居然突破到了元婴中期了，真是可喜可贺呀！有话说有屁放，贫道不想和你这种粗俗之人有过多的交流。哎呀，元神道长，你好歹也是道门中人，脾气怎会如此暴躁啊？哎呀，虽然我的境界比你高那么一点点，这徒弟也比你的徒弟厉害那么一点点，但你也不能因为这么点小事就整天生气呀。哎呀，我知道你眼红我收了一个好徒弟，这200岁不到就已经是元婴后期了，这种天赋这整个大前王朝也是没有出现过的。如果不是实在找不到这凭借咱俩的交情，我高低得帮你找一个。呸！谁稀罕你那个破徒弟？老子有更好的。你徒弟不是200岁不到就元婴后期了吗？我的徒弟100岁之内就能达到元婴后期，你等着吧。不行，越想越气。清风，等一会儿你带着你师弟他们进去，我再去和赵德柱那个王八蛋理论一番。师兄，不是说玲珑宗有一个叫长生仙子的天才吗？这怎么没有看到他的身影啊？长生仙子去大前国边境了，不只是长生仙子去了，就连天佛寺的一休禅师也去了。一休禅师？一休禅师是天佛寺的继承人，也是大前皇朝仅次于长生仙子的天才。他100岁出头便已经达到了金丹后期。师兄，那他们去边境做什么？还能做什么？当然是与夜月国开战了。夜月国作为妖族之国，每过200年便会与大前皇朝打上一场，距离上次大战也才过去170年，提前了足足30年，确实让人有些费解。你就别想了，无量秘境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快和你远山师兄进去吧。无量秘境，长生师弟，这是哪里啊？远山师兄，你好歹也是筑基中期，不要这么胆小好不好？长生大哥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3岁就被师父带到上清观了，每天除了修行就是修行，对于外面的事情，我哪有你了解？那你肯听我的吗？我当然听你的呀。你去偷师父的雷击木的时候，
还是我给你把风的呢。既然听我的就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采花吧。采花？长生大哥，我们采花干什么？酿酒啊。这里啊，应该是无量秘境当中的百花海，四季的花都可以在这里生长。我在一本古籍中看到。可是师傅是让我们进来寻找机缘的，我们在这里采百花酿酒，出去怎么跟师傅交代啊？根据我找到的无量秘境的地图显示啊，从这里往东走30里，那里啊有一处残破青铜古殿，古殿中就有你所说的机缘，只不过需要经过考验才能获得。我知道这个消息，其他人当然也知道，所以现在有2个选择摆在你面前：第一，去青铜古殿接受考验，并且和其他门派的弟子争个你死我活；第二，留在这里陪我酿百花酒。师傅和3师兄好酒，有百花酒奉上，应该受不了什么责罚。面对陈长生给出的选择，远山歪头思索了片刻，然后就蹲下身子，一起加入采花之列。时间一点点过去，进入无量秘境的众多天才们都在拼命地寻找机缘，并且为了这些机缘打得头破血流。反观陈长生和远山2人，日子却是过得悠闲自在。早晨采下带露水的花瓣，中午躺在花海中仰望着天空，下午的时候则是根据古法复原百花酒。长生大哥，你快来看看这是什么？经过1个时辰的忙碌之后，一具硕大的棺椁就出现在2人面前。长生大哥，这是什么文字？我怎么看不懂啊？你当然看不懂了，因为这是2000年前的文字。啊？2000年？大前皇朝才建立了1800年，这具棺椁是大前皇朝之前的东西。这种文字我也只是在古籍中认识过一些，这有些字啊我也不认识。长生大哥，这上面写了什么？一个人的生平简介：5自幼修行，18岁时战3981场，胜756场，负3225场；80岁时战4498场，胜1325场，负3173场；200岁时战1650场，1000岁时9战9胜。蓦然回首，天下再无敌手。呜呼，生平求一敌手而不可得，成寂寥难堪也。偶寻得一处洞天，欲孤独终老，然再三思量，终另选他地，不愿一身传承断绝。特葬石棺于花海之下，长生路漫漫，非心诚者不可得。长生大哥，这人也太厉害了吧！一辈子居然打了这么多架，不过为什么他越到后面打得越少啊？这还用想？当然是因为随着岁月的流逝，能和他交手的人已经不多了呀。他1000岁的时候，那9场战斗一定是惊天动地的战斗，9战9胜。虽然只是简单的4个字，却怎么也藏不住他的兴奋。想必这9场战斗定是他一生中最满意的战斗。长生大哥，既然那位前辈留下了传承，那这里为什么没有设下考验？他就不怕自己的东西被其他人随便捡去了？谁说没设考验啊？这整个无量秘境啊，就是最大的考验。之所以取名无量，那就是指此处秘境啊，几乎无穷无尽。面对这种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金山，谁还会来关注这片风景秀丽且毫无作用的花海呢？哦，长生大哥，那这位前辈叫什么名字？不知道，上面没写。打开看看，说不定有线索。好呀。随着令人牙酸的摩擦声响起，沉重的石棺被2人打开了一条缝，缝隙逐渐扩大，还没等远山探头看个清楚，石棺中顿时射出了一道亮光，将2人逼了进去。一阵天旋地转之后，陈长生2人出现在了一个白茫茫的空间，而空间的正中央有一个看不清相貌的男子负手而立。得此机缘，证明尔等尚未被外物所迷惑。
无善拳法，此套拳法蕴含了吾之毕生所学，望后世之人好好珍惜。此拳法不重招式，而重于意。晚年迎战9人，9拳出，9人败。后世习我拳之人切记，拳法可以熟，但拳势不可入。敢问前辈尊姓大名？世人称吾百拜仙尊。多谢仙尊赐下机缘。敢问此拳法叫什么名字？在我手中是我的拳法，在你的手中便是你的拳法，故拳法无名。说完最后一个字，百拜仙尊的身影彻底消散。陈长生两人也再次回到了花海之中。长生大哥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怎么1个时辰不到就结丹了？不是1个时辰，我们在里面起码度过了2个月。祭坛一阵颤抖，无数人影被黑洞吐了出来。这些人有的兴奋，有的懊恼，还有的人则是满眼戾气。可是很快，众人就发现了不对劲。哎，六师兄，怎么只有你一个人来？师傅和大师兄他们呢？边关告急，师傅和大师兄他们2个月前就已经去了。你们2个看样子都有不小的收获，这样我也放心了。接下来这段时间，上清观由你们2人执掌，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的。说完，六师兄当即御剑离开了此处。看着六师兄离去的方向，陈长生的眉头久久没有解开。六师兄是出了名的稳重，能让他如此急切，边关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想到这儿，陈长生无奈地摇摇头，因为他除了担心师父和师兄，还担心这一个小和尚和一个丫头。回到上清观，陈长生再次过起了悠闲自在的生活。虽然远山年纪还小，但是有自己从旁协助，也能勉强维持着上清观的运转。昨天说的事儿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不行。为什么？10年前你说等你看完书坟里的书就准许我去边关，现在书坟里的书已经被你看完了，我为什么不能去？20年了，原来那个事事都要问我的小屁孩，现在终于敢跟我拍桌子叫板了，不错，有长进啊。7师兄死了，5师兄瞎了，最疼爱我们的大师兄断了一条手臂。长生大哥，我现在已经是金丹后期了，我可以帮到他们了。我真的不想再看到师兄们出事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就是上清观观主，九师弟宋远山为上清观副观主，上清观大小分观，却不往西，后撤3000里。3师兄，师父他们呢？夜月国不知为何，元婴气大能突然暴增1倍以上，师父被3位元婴后期围攻，最后陨落在凤凰山上。我们几师兄是一起行动的，但是突然遭到埋伏，大师兄拼着自爆，把我送了出来。那师父的尸体呢？你为什么不带回来？你是想看着师父的尸体被人炼制成傀儡吗？别摇了，再摇3师兄就要被你咬死了。你伤到了根基，我本领有限，救不了你。夜月国的攻势如此之猛，他们的目标绝对不会是简单的5000里，他们应该是想吞并整个大清皇朝。远山天赋不错，就是还有些孩子气，这50年你要好好教导。上清观的未来在他身上，这50年你要好好教导。上清观的未来在他身上。长生，你要干什么？我去给师父和师兄他们收尸。说来不怕师兄你笑，没来上清观之前，我的老本行是卖棺材的。
而那雷击木棺材，也是我提前为师傅预备的，现在正好用上了。我们修仙就是为了长生，大家都以为长生之后便能得到大逍遥，殊不知长生才是最大的痛苦。世间如苦海，长生就意味着永远要漂浮在这苦海之中。师傅他们脱离苦海，我们应该为他们高兴。我记得以前三师兄你说过修仙界的一个故事，并且还以此来下云山。你说修仙界有一个神秘的存在，他专门给那些寿元已尽的人收尸，一旦他出现，那就意味着死亡即将来临。这个神秘的存在，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，只知道他叫送葬人。对此，我只想说，送葬人没有你说的那么恐怖，他只是一个卖棺材的。长生大哥，你还会回来吗？我为你们都做了一具棺材，等你们用到它的时候，我会再回来的。远山，过段时间你对外宣布，就说上清观的关门弟子走火入魔而死。为什么？长生大哥他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照我的话做就是了。长生有他自己的路要走，上清观与他的缘分已经尽了。人族入城需交3枚铜钱。没有显现修为，果然是对的。这样的小城池都有金丹修士坐镇，夜月国怎么会突然变得这么强？哎，你听说没？咱们妖王的女儿要公开选婿了，只要是筑基境以上的都可以去。我当然听说了，可是和咱们有什么关系吗？咱们妖王是高贵的银月狼族，你觉得咱俩有资格成为妖王的女婿吗？没资格归没资格，去见识一下也不错嘛。听说狐族准备了一具元婴境傀儡作为贺礼呢。元婴境傀儡？哼，你该不会是在开玩笑吧？骗你干什么？这具元婴境傀儡是狐族从凤凰山弄来的。当初为了杀死这个修士，狐族整整出动3位元婴后期的老祖呢。师傅，我花了5年时间走到这儿，刚来你就给我出了这么一个大难题。狐族作为夜月国的强族之一，我该怎么从他们手中把你弄过来呢？我一个人也打不过人家呀。碰到这种为难的局面，陈长生烦躁地挠了挠头。突然，一个绝妙的点子在陈长生的脑海里浮现。狐族是夜月国的强族，夜月国的妖王是银月狼王。要是我成为了银月狼王的女婿，是不是就有机会从狐族手里要来这具傀儡呢？虽然这个想法很荒诞，但理论上好像没什么问题啊。陈长生嘴里不断地念叨着，但越是念叨，陈长生越觉得这个想法可行。这喜欢嫁人，你自己去嫁吧，本姑娘不奉陪了。哎呀，到底该用什么当聘礼呢？陈长生坐在一处山巅上，皱眉苦思。自从知道夜月国的公主要选夫婿之后，陈长生就一直思索该如何获得美郎芳心。可是思来想去，陈长生发现自己除了一表人才的相貌和学富五车的知识之外，再也没有其他的东西了。然而就在陈长生无计可施的时候，远处突然传来了一道呼救声：前辈救命，他们要杀我！不是，这种情况你不是应该英雄救美吗？你就这样直接跑了，难道你就没有一丝丝好奇心吗？哎，不是，你赖着我干什么？前辈，他们2个要杀我，还请前辈出手相救。啊呸！少用这种拙劣的演技来骗我，他们根本就不是来杀你的。想要杀人的人，哪有只追人不动手的道理？另外，你再看看你身上，到处都是法宝，
你一个筑基境的修士，有这么多东西合理吗？你指定是哪个大户人家的小姐偷跑出来的，他们是来带你回去的。既然被你看出来，那我也就不装了。他们的确是来带我回去的，我被抓回去最多也就是责骂一顿，然后关几天禁闭。但你就不一样了，如果你不带我逃离他们的追捕，我就说是你将我诱骗出来的，到时候你觉得我家里会怎么处理你？面对女子的话，陈长生并没有理会，而是全力参悟着那道绑在自己身上的符咒。别白费力气了，这道如影随形符是元婴期修士炼制的，你一个小小金丹是绝对解不开的。你与其在这浪费时间，还不如跑快点。追我的可是2个金丹后期，我们快要被追上了哟。哎，这位姑娘，我不想掺和你家里的事儿，更不想和你有什么纠缠。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有能耐你就打碎我身上的防护罩呀。既然你这么不识好歹，那你可就别怪我了啊。这是上清观的血盾，你是人族。恭喜你，猜对了，不过没有奖励哦。大哥，现在怎么办啊？什么怎么办？还不快去追！公主被人族带走，要是出了差池，我们就等着被灭族吧。300里之外，寂静的山谷当中出现了一男一女2道身影。这2人正是施展血盾的陈长生和那神秘女子。阵法起！你想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如果我出事了，你的下场会比死还惨。我本不想招惹是非，但你自己凑上来，这可就怪不得谁了。哼，就凭你这阵法也想困住本姑娘，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。呀！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没做什么，就是压制了一下你体内的血脉而已。你说的很对，这个阵法确实很破，因为这是我从一本古籍当中看到的残阵，修修补补之后也勉强能用。阵法的功效很简单，那就是压制鸦族的血脉，让其现出原形。不可能，如果人族有这样的阵法，大前王朝早就拿出来用了。哎呀，你这个妖族丫头怎么一点常识都没有呢？这种类型的阵法当然是有限制的呀。古籍中的大阵可以对金丹期的妖族有用，我补全的阵法只能对筑基期的妖族有用。而且你也看到了，这种阵法脆弱的很，稍微一碰就会散架的。你刚刚要不是把机会浪费在说话上面，结果可能就不是这样的。说话中，女子的身体开始逐渐缩小，然后彻底变成了一只纯白色的小狼。解开禁制的方法是什么？想都别想，我不会告诉你的。有胆子你就杀了我。我当然没那个胆子杀你，但是我可以把你的毛给剃光啊。你敢？我为什么不敢啊？我告诉你就是了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坏呀？成功拿到解除禁制的方法，陈长生将小白狼储物戒当中的东西一股脑的都倒了出来。看着那堆积如山的灵石和法宝，陈长生咽了一口唾沫。东西都给你了，现在你可以放我走了吧？如果你还嫌不够，我可以给你更多。我爹是……哎，我不想知道你是谁，我也不想知道你爹是谁。你如果不说，我办完我的事情之后，自然会将你放了。明白就好。接下来我给你做一点小小的改造，保证让你改头换面。夜月国皇宫，你说什么？月儿被一个人族带走了？王座上的银月狼王站了起来，化神期的威压让大殿中的妖族瑟瑟发抖，而那2个跟丢了公主的金丹期妖族更是被吓得魂不附体。跟丢公主，这是你们的失职。
自己下去领罚吧。多谢狼王。鬼老，这件事你怎么看？老朽觉得这件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。月儿被人带走之后，老朽就第一时间演算了月儿的下落，但是月儿的行踪似乎被谁给掩盖了，推演出来的结果只有混沌一片。这样的手段，绝非一个人族金丹期修士可以做到的。鬼老言之有理，刚刚我也推算了一番，却发现天机混沌无比，能干扰天机的存在，起码是化神期的修士。带走月儿的人，看样子是有备而来呀。若只是简单的绑架，这件事情或许会简单许多，但我更担心带走月儿的人是冲着那件事来的。夜月国一举攻下大前皇朝，半数国土，平白无故多了这么多修士，很难让人不起疑心呐。而且妖族内部似乎并不是很团结。是剑齿虎一族吗？不只是剑齿虎一族，狐族也异动频频。他们似乎知道月儿才是所有的关键。哼，既然他们这么想玩，那就陪他们玩玩吧，好也让他们知道谁才是夜月国的王。夜月国皇都，陈长生怀里抱着一只秃头小土狗，好奇地打量着四周。虽然这里是妖族的皇都，但是看上去却和人族的城市没什么两样，因为街上有着太多化形的妖族了。哎，松口！不是，你还我之前如铁的狼王。和你说过很多次了，这墨汁是我特制的，根本洗不掉。要想恢复毛色，只能把你的毛剃光，然后等新的毛重新长出来才行。太欺负狼了，你给我等着！啊，对了，当初夜月国和大秦皇朝开战，很多大秦皇朝的修士被你们打得溃不成军。但是我听说啊，这玲珑宗的长生仙子和天佛寺的一休禅师在夜月国境内消失了，他们已经被你们杀了吗？如果能杀，早就杀了。要论大前王朝最难对付的人，他们俩一定是其中之一。谁能想到他们居然……你想套我的话？只是随便问一下，你不愿意说就算了。真的只是随便问一下吗？你用的血遁术乃是上清观的不传之秘，非内门弟子不可学习。天佛寺、玲珑宗、上清观这三个门派可谓是大前王朝的顶梁柱，彼此之间也互相有联系。你突然问起这两个人的下落，你觉得我会相信你是随便问问吗？你很聪明啊，但是你刚刚的话让我更加疑惑了。血遁是上清观的秘术，别说妖族，就连一些外门弟子也不见得知道，但你好像知道得很清楚，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？唉，我是妖族，你是人族，我们两个种族不同，国家不同，你觉得我会告诉你这件事吗？不过我是很好奇你的身份。上清观有9大真传弟子，其中最为杰出的有4人，这4人的名字连起来是一首诗：清风明月本无价，近水远山皆有情。清风明月两人已经陨落，李近水重伤逃走，而你绝对不会是他。拥有如此阵法造诣，难不成你是上清观第9位真传弟子宋远山？你对上清观真是太了解了，甚至比大秦皇朝的修士还要了解。看样子，大秦皇朝出了叛徒啊。没错，大前王朝就是出了叛徒。那不如你来猜猜，这个叛徒到底是谁呢？
我不用猜，也不想去猜。皇朝更迭是我无法改变的事情，我只想把我师父和师兄们的尸体带回去。哎呦呦，原来你打的是这个主意啊！但是你好像办不到。上清观观主元神上人的尸体已经被狐族炼成了傀儡。狐族是夜月国的强族，不但高手如云，族中更是有化神期修士坐镇。你一个小小金丹能做些什么呢？要不你还是把我放了吧，说不定本姑娘心情一好，就把你师父的尸体还给你了呢。哼，多谢你的好意，但是在没有确定我自身安全的情况下，我不会放了你的。另外问一句，你身上应该没有家中长辈留下来的标记吧？你猜？我检查了很多遍，你体内并没有什么标记，但这也不排除有一些更高明的手段我没有发现，所以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会在你体内种下87道禁制。一旦出现了意外，你就会瞬间死于非命。你敢？不是敢不敢的问题，我已经这样做了，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一直抱着你？说着，陈长生右手一点，小白狼身上顿时就出现了许多玄奥的纹路。紧接着，小白狼口吐人言的能力也彻底丧失。夜月国招婿大会，狼王独自一人坐在高高的王座之上，王座之下站立着一个白胡子老头，此人正是狼王的左膀右臂龟老。夜月国子民皆知，我完颜阿骨朵有一独女，完颜月。如今小女已经到了婚配的年纪，我欲在天下青年才俊当中挑选出最优秀的一位，将小女许配给他。诸位青年才俊若是有意者，尽可上前。林兄，在下也对完颜公主仰慕已久，我们恐怕要公平较量一下了。胡战，我怎么不知道你仰慕完颜公主？你该不会是信口胡说的吧？林兄说笑了，对一个女子心存爱慕，未必要像林兄一样闹得世人皆知。我狐族知书达理，怎么会做出这种有违礼数的事情呢？哎，等一等，我也要参加。人族陈长生拜见狼王，在下虽然没有见过完颜公主，但是也想参加此次的招婿大会。人族滚出夜月国！不知是谁喊了一声，紧接着众多妖族开始对陈长生谩骂。你想迎娶我的女儿，你凭什么？就凭在下有一颗真诚的心。人族参加妖族的招婿大会，这是需要莫大的勇气的。现如今我来了，难道还不足以证明在下对完颜公主的心意吗？好一颗真心，就冲你这颗真心，本王允许你参加招婿大会。本王有言在先，只要是筑基境以上的修士，皆有资格参加此次招婿大会。你虽是人族，但也符合条件。明日便是招婿大会的考验，至于是否能成功，那就要看你的本领了。你且安排他到胡府住下。遵命。随意安排了一下陈长生的住处，狼王彻底消失不见。众妖族虽然不满一个人族也参加招婿大会，但是狼王已经发话，大家也只能扫兴地离开了。见过胡兄，这几日恐怕要去府上叨扰了。陈兄有如此胆识，真是令在下佩服万分。能与陈兄同住一个屋檐下，这简直是天大的幸事。你们狐族总是喜欢做这种丢脸的事情。这人的装扮一看就是大秦皇朝来的，手下败将如何有资格站在我等面前？林虎，脑袋不灵光就不要出来丢妖族的脸。大前皇朝确实是夜月国的手下败将，但夜月国打败的只是大前皇朝，不是人族。
你这番言论若是被一些人族大能听到了，到时候引起两族交战，你担当得起吗？胡战的话瞬间就怼得林虎哑口无言。种族大战这么大的帽子，再借林虎100个胆子，他也未必敢接下。林虎冷哼一声，然后转身走。陈兄不好意思，刚刚一不小心提到你的伤心事了。虽然夜月国正与大前皇朝交战，但是我胡族一向亲近人族，还望陈兄不要介意。无法无法，胡兄快人快语，在下怎么好意思斤斤计较呢？陈兄，这是你饲养的战虫？这倒不是，是我在路边遇到的，看他瘦骨嶙峋，流落街头，这一时心中有些不忍，所以将他带在了身边。原来如此，陈兄真是宅心仁厚啊。夜月国皇宫，狼王静静地坐在王位之上，手指有节奏地敲击着扶手。这时龟老从外面走了进来。回狼王，那个人族已经送去胡府了。月儿是被一个人族带走的，现如今招婿大会上又出现了一个人族。龟老，你觉得这两人是否有联系？此人来历不明，而且出现的时机又如此凑巧，想必和公主的失踪夺不了干系。但就算他和公主的失踪有关系，也定然不会是幕后主使。一个金丹级修士还没有资格屏蔽天机。此人估计是幕后主使派出来的马前卒。在没有确定公主的下落之前，我们万万不可轻举妄动。言之有理，此事就烦劳龟老去跑一趟了，调查清楚这个人族的来历。我倒要看看背后是何人在指使。遵命。住进胡府，陈长生正准备休息，谁曾想一个女子居然突然登门拜访。看着眼前貌美的女子，陈长生稍微思索了一下，随后便想起了此女子正是30年前刚苏醒时遇到的妖族狐媚娘。前辈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是媚娘啊。原来是你啊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前辈，进屋说话，此处不是说话的地方。前辈，你不应该来夜月国的，夜月国是个是非之地。看样子你这只小狐狸知道很多事情啊。前辈，你和那婉言公主素未谋面，我知道你一定不是为她而来的，但无论你是为了什么，请你赶快离开夜月国。招婿大会就是一场骗局，你留在这儿对你没什么好处。听到这话，一旁被拴住的小白狼突然开始了狂吠，似乎在痛斥这个妖族的叛徒。骗局？这就有意思了。狐族和虎族两大夜月国的支柱都参加了，这怎么会是骗局呢？另外，这就算是一个骗局，你一个小小的妖族是怎么知道的？前辈，当年若不是你赐下机缘，媚娘恐怕永远无法筑基。但招婿大会的骗局我不能告诉你，我只能告诉你，招婿大会的地点一定会定在夜月国的禁地。那个地方如果没有关键的东西在手，去了之后只会十死无生。若是前辈非去不可，那你一定要在禁地中寻找和您一样的人族。说完，狐媚娘神色慌张地离开了房间。叛徒，他简直就是妖族的叛徒，本姑娘一定要将他碎尸万段。小白，现在你能跟我说说夜月国的秘密了吗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那两个被撵进禁地的，应该就是长生仙子和一休禅师吧？想都别想，就算你杀了我，我也不会告诉你的。我告诉你，你千万别放了我，不然我一定会将狐媚娘那个贱狐狸碎尸万段。
当年狐族心慈手软放过了他，没想到他居然反过来帮助外人，他该死！看样子呀，你们夜月国经过一次大清洗呀。我遇到狐媚娘的时候，她只是一个炼气9层的修士，甚至连化形都不完整。那个时候的她，语气中充满了天真，一点都不像是在底层摸爬滚打的修士。当时我还怀疑，一个妖族豪门大户的小姐，怎么会跑出来独自历练？现在看来，她不是自己跑出来的，是被你们撵出来的呀。谁说狐媚娘是豪门大户的小姐？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妖族而已。哦，嘿，你这话就多少有些欲盖弥彰的意思了。不过这也正常，因为你没有见识过底层修士的生活。这修仙界啊，是一个人吃人的地方，底层修士啊更是如此。这狐媚娘如果不是豪门大族的小姐，以她当初的性格，恐怕呀早就死得连骨头都不剩了。如今她再次回到狐族，恐怕是要报当年的血海深仇啊！哼，就凭她一个小小的筑基境修士也想报仇？别说是她，就算加上你，你们两个在夜月国也翻不起什么风浪。都说过很多遍了，我对夜月国的秘密没兴趣。你们是否要灭大秦国，我也管不了。我只是想把师父和师兄们的尸体带回去，你为什么就是不相信呢？如果只是想带回故人的尸体，你至于费这么大劲吗？现在我甚至怀疑你和我的偶遇也是你早就安排好的，你就是心存不轨，企图颠覆我夜月国。见小白狼越想越离谱，陈长生无奈地摇了摇头，然后将他拴在了床边。随便你怎么想，我要睡觉了。大胆！你居然敢让我睡地上，你信不信我杀了你？面对小白狼的威胁，陈长生右手一挥，小白狼的嘴顿时就被堵住了。清晨，第一抹阳光照耀在大地之上，闹了大半夜的小白狼此时正蜷缩在床角睡得香甜。突然，一只大手直接抓住了他的后脖梗，将他提了起来。别睡了，我们要出发了。陈兄，昨日休息的可好？昨晚我睡得十分香甜，多谢胡兄款待。陈兄，你打算带着他一起参加试炼？没错，我和小白相依为命，不管去哪里啊，都会形影不离的。陈兄真是风趣，你居然给他取名小白，有意思，有意思。没办法，小白总是幻想着自己有一身纯白色的毛发，我只好给他起了这么一个名字了。哦，对了，我带小白参加试炼不影响吧？不影响，此次试炼不限手段，当然也包括战宠。陈兄，请跟我来。跟随着胡战的脚步，二人走了许久，终于来到了一处山谷之前。感受到周围无数强大的气息，陈长生疑惑道：“胡兄，此处是何地啊？”此处乃是我夜月国的禁地，也是招婿大会的试炼场所。在这禁地深处有一朵彼岸花，谁能将其摘下，谁就有资格迎娶完颜公主。原来是这样啊！那怎么不见其他参赛的妖族啊？他们已经进去了，我是专程来接陈兄，所以才没有进去。哎呀，原来是因为我才耽搁了胡兄的时间，这真是让在下羞愧万分啊！唉，陈兄不必自责，你我一见如故，这点小事算不了什么。而且先进去的未必就能占据优势，谁能拿到彼岸花，谁才算赢。穿过漫长的峡谷，陈长生和胡战来到了一个满是参天古树的密林当中，周围湿热的温度和漂浮的瘴气似乎都在诉说着这里的危险。面对这样的情况，胡战眼神轻轻地瞥了陈长生一眼，并没有出言提醒。不愧是夜月国的禁地，果然凶险万分。哎，胡兄，此处瘴气绝非寻常的瘴气，在下这里啊有特制的解毒丹，你要不要来上一颗？
陈兄不说，我差点给忘了。此处瘴气厉害无比，哪怕是金丹修士也不能避免。不过我狐族体质强悍，所以就不用浪费陈兄的丹药了。对了，陈兄，此处瘴气应该是夜月国禁地特有，陈兄是如何看出来的？难不成陈兄曾经来过夜月国的禁地？夜月国的禁地，在下自然没有来过，但我曾从一本无名古籍中看到过类似的记载。那本古籍上记载了一些不同地方的风景，其中一处与这里颇有几分类似啊。原来是这样，那真是有意思了。据我所知，500年来，夜月国禁地从来没有外人进入过。陈兄看到的那本古籍，到底是何人所著？这个我就不得而知了。我发现那本古籍的时候，它已经快烂得不成样子了。或许这本书是在500年前所著的，也说不定啊。言之有理，我们还是快出发吧。禁地深处，一个光头正盘膝而坐，而他身下则是一个漆黑无比的池子。池子之中浓稠无比，而且还时不时散发出一股腥臭味儿。一休，你的5倍心法扛不了多久了。听到声音，光头慢慢地睁开了眼睛。狼王，你让妖族借用如此不祥的力量，到头来只会给妖族带来灭顶之灾。现在回头还来得及。回头？我为何要回头？力量就是力量，何来正邪之分？若是不借助这股力量，我如何能灭了大前皇朝？龟老，还没有查清楚那个人族的来历吗？回狼王，大前皇朝并无他的记录，或许他用的只是化名。哼，且容他再嚣张几日，等血祭完成，这天下无人能够拦我。禁地青铜古殿，陈长生等人也再次和林虎相遇，互相看不对眼的双方相遇，自然会是剑拔弩张。两位，我觉得你们啊，与其想着怎么弄死对方，不如好好看一下这些遗迹。少在这里故弄玄虚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闯进来，今日就是你陈长生命丧之时。我知道你想杀我，但是你能不能等一下再杀？没看到我在研究东西吗？胡战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是要帮外族吗？杀人这种事什么时候都可以做，但你别忘了我们来这里的目的。此话一出，林虎的怒火瞬间消散了不少。如今这局面，但凡是有点脑子的人都知道，这个人族绝对不会是因为完颜月而来的。一个金丹期的修士敢孤身一人闯入妖族腹地，他背后绝对是有人撑腰。陈兄，可看出什么端倪了？胡兄，大前皇朝境内的无量秘境，你听说过没有？略有耳闻。无量秘境和这里有什么关系吗？有关系啊，而且估计还很大。无量秘境当中也有一座青铜古殿，这个事情啊，在大前皇朝不是什么秘密，但是夜月国的禁地当中也出现了一座和无量秘境类似的青铜古殿。胡兄对这个事情怎么看啊？此话一出，不只是胡战来了兴趣，就连冷着脸的林虎也来了兴趣。无量秘境是大前皇朝所掌控，而且非人族不得入内。若不是听陈兄说起，我还真不知道这个事情。别说你不知道啊，我怀疑两国之间知道的人也不多。这些青铜古殿上的花纹啊，颇为奇特，看起来啊，不像是寻常的装饰。若是两位不着急的话，在下可以尝试破译一下。这青铜古殿，我妖族不少长老也尝试破译过，但皆是无功而返。陈兄有把握破译这上面的东西？这单独面对一座青铜古殿，在下当然没有把握，但胡兄可别忘了，无量秘境当中的青铜古殿，同样也有人在研究。这两座青铜古殿加在一起，说不定啊，还真有办法可以破解。如果这上面的花纹真的记录了某些信息，
那么留下这2座青铜古殿的人，其目的啊，一定是想让后世之人知道些什么东西，而不是故意卖关子。说着，陈长生就开始了对比2座青铜古殿的花纹，而胡战和林虎自然也凑到了一旁开始研究。原来如此，陈兄，你有发现了？是的，我解开了青铜古殿的秘密了。是什么？快说！2位作为族中少主，想必也是博学多才，你们一定看出了这2座青铜古殿的花纹彼此有联系，但却始终找不到任何一种文字对应。这能说明什么？这东西啊，存在的时间已经无人能说得清楚了。当时的文字消失也在常理之中。林兄说的在理，但是林兄别忘了，留下青铜古殿的大能是想给后世之人传递信息，那位大能难道就没有考虑到这个事情吗？有话就说，有屁就放，少在这里打哑谜。当年那位大能啊，一定考虑到了时间的问题。岁月悠悠，沧海桑田，没人能够保证现在的文字能保存到以后，所以那位大能啊，想要传递信息，一定会想一个可以跨越时间、脱离文字的方法。这个方法最为简单，也最为有效，就是图画。说着，陈长生将手中的白纸悬浮在空中，然后调整好了顺序。做完一切，陈长生又用灵力将青铜古殿上的花纹拓印下来，2部分花纹在空中不断叠出，最后居然形成了一幅残破的图画。文字可能会出现断层，但是图画却不会，因为图画是所有生灵学习知识的第一途径。当生灵睁开眼的第一刻起，我们所学习到的知识都是以图画获得的。看到了山川草木，我们因此得知了山川草木是什么形状、什么颜色，而这青铜古殿上的花纹根本不是文字，而是一幅生动的图画。我们把它看成文字，当然无法理解其中的意思。见陈长生真的解开了青铜古殿的秘密，胡战和林虎2人心中也不由多了几分敬佩。青铜古殿存在几千年了，时至今日依旧无人能解开其中的秘密。这个人族来这短短几个时辰就能将其解开，他的智慧足以让人汗颜。在很久以前，每过一段时间，天空就会降下巨手，抓捕地上的生灵。随后地上的生灵拼命反抗，但始终是无济于事。终于在有一天，有个人发现了一股强大的力量，这股力量的来源图画上并没有说明，但是却记载了万物生灵借助了这股力量打败了天空中的巨手。刚开始万物生灵还以为这股力量是上天的恩赐，可是后来万物生灵发现这股力量比太空中的巨手更加的危险。你还有其他的花纹吗？快拿出来，后面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抱歉啊，我手上的花纹全部都拿出来了，这整幅图画我们只凑齐了1/10，要想凑齐完整的故事，我们需要凑齐18座青铜古殿的花纹。看在我帮你们解开疑惑的份上，能不能让我把话说完再动手啊？哈哈哈，你的悟性让我们感到恐惧呀！这样的天赋，无论放在哪里都会被当成宝。但我想不通的是，你为什么要来参加夜月国的招婿大会？这个时候，你就别用仰慕完颜公主这种话糊弄在下了吧。我来你们夜月国呀，当然是有目的的，不然我跑这么远来这里干什么？但在说明我的目的之前，我想跟你们说一下我所了解的故事。夜月国修士突然倍增，打得大前皇朝丢盔弃甲，这种离奇的情况让在下一路上百思不得其解。然后在来到夜月国之后，我又了解了另外一些事情，那就是夜月国内部曾经遭到了一场很大的清洗。对此我同样也很疑惑，因为我想不通为什么经过清洗之后，夜月国的实力会不降反增。同时我还了解到大前皇朝可能出现了叛徒，这所有的线索看似好像有关联，但却始终缺少了一个关键性的东西。直到现在，我终于找到了这个关键。18座青铜古殿所刻画的都是同一个故事，单靠一座青铜古殿
是无法完整拼凑出有用的信息的，所以我有理由怀疑，大前皇朝的叛徒带着这个秘密投靠了夜月国。而且你们发现没有，这里的青铜古殿是有人故意损坏的，而这损坏的部分恰好就是万物生灵借用不祥力量的那个部分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说，你们别想着杀我了，因为要杀我还轮不到你们。从你们的反应来看，你们也不知道夜月国突然变强的秘密。好，如此青年才俊，简直是世间罕见，真让本王刮目相看呀！启禀狼王，此人乃是奸细，我等正准备将其献给狼王。哼，你们虎族总爱玩这些小伎俩。当初你们怂恿虎族追求月儿，无非就是想利用月儿知道背后的秘密。现如今秘密被你们知道了，你们还不满意吗？狐族和虎族的两个老古董，以为联手就能让我将秘密交出来，这种想法简直是太天真了。陈长生，我很欣赏你的才华，说出幕后主使，并且归顺于我，我饶你不死。狼王恐怕要是忘了，我背后的人你永远想不到。另外据我所知，获得那股力量似乎要进行血祭吧。狼王现在还没杀我，应该是不想浪费吧。你果然知道很多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让你如愿吧。没了月儿的血为引，这血池恐怕无法助我突破化神期啊！回狼王，老朽确实还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吃了你，我就能突破化神境。你为什么不怕我？师祖，都到了这个时候，你还是不愿意显露真身吗？原本老态龙钟的龟老身形开始逐渐变化，最后彻底变成了一个儒雅的年轻人。还是被你猜出来了，你果然是上清观500年来最为杰出的弟子。不远千里来到夜月国，真是难为你了。跟师祖说说，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从三师兄口中得知噩耗之后，我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：上清观为何会落得如此下场？这夜月国修士暴增确实不假，但师傅他们不是刚入修行界的新人，没有道理会落得个全军覆没的下场。所以你怀疑大前皇朝出了叛徒？是的，但是我想来想去，始终想不到这什么样的叛徒能做到如此地步。上清观虽然配合皇朝抵御外敌，但师傅他们的行踪是门派绝密，哪怕是皇朝之主也未必能全部知晓。这唯一的解释就是上清观内部出了叛徒。师祖，你已经是化神大能了，在大前皇朝的地位无人可比，夜月国根本开不出招揽你的价格，合情合理。那你后来又怎么能肯定我就是那个叛徒呢？不过有意思的是，他对上清观了解颇深，但却只知道上清观有9名真传弟子。这样的情况也让我更加确定叛徒出自上清观，而且这个叛徒对我很好，不然也不会切断关于我的信息来源，这足以说明很多东西了。师祖，接下来的事情还需要我说吗？说说吧，从别人口中听自己的故事，别有一番风味。没问题，既然师祖想听，那弟子就好好的说一说。
能做到这些事情啊，这个出自上清观的叛徒地位和实力绝对不低。在没有破解青铜古殿的秘密之前，我始终找不到师祖你背叛的动机。但是随着青铜古殿的秘密被解开，你的动机就有了。另外，我在上清观书坟当中看到一本无名游记，上面记录夜月国禁地的情况。那本无名游记距今应该有500年以上的历史了。师祖您在500年前就动了这个念头，对吗？招你入上清观，真是我这辈子做过最正确的事情。我500年的布局，你短短5年就解开了。你的悟性可谓是旷古烁今啊！为什么？师祖，你想要得到力量没有错，你哪怕想要另立皇朝，师父他们也会追随你的。你为什么要杀了他们？大前皇朝是我的曾经，上清观是我的心血。我本不想让上清观掺和到这件事情当中，可是他们太过迂腐了。当发现了这个秘密之后，他们不但不支持我，反而将这个秘密说了出去。不然你以为玲珑宗和天佛寺的人能发现我的布局吗？布局了500年，我不允许有人坏了我的好事。那三师兄呢？你为什么会放过他？净水的性子懒散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清风他们发现这个秘密的时候，他出去偷懒了，所以他并不知情。对了，你怎么知道获取那股力量需要血迹？师祖，您这么聪明，怎么现在反倒糊涂了？无量秘境，你估计不知去了多少次了。我私藏了一部分花纹，难道你看不出来？有这么杰出的弟子，都快给我高兴糊涂了。以你的性子，藏私也在情理当中。因为我在你的身上感受到了一种就连我也没有的气质，那就是淡然。你没有凡人身上的那股忙碌劲儿，也没有修士身上的那股执念，仿佛世间的一切都只不过是你人生中的过往云烟罢了。修行者修道只为长生，但哪怕活了1000年的化神期修士，身上也没有你那股气质。事实证明，我并没有看错你。现在机会就在你的眼前，只要我们联手，我们能比所有人走得更远。面对羽化真人的邀请，陈长生默默地退后了一步。怎么，你也觉得这股力量是不祥吗？这一点你大可放心，我相信研究过这个事情。直接吸取力量确实会引来一些麻烦，但是经过血脉的过滤，就不会有这个麻烦了。师祖，我不是担心这股力量是否安全，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这个事情。我来夜月国的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把师父和师兄们的尸体带回去。你终究还是和曾经一样，但你也应该知道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还请师祖看在曾经的情分上，让弟子给师父收完尸再动手吧。闻言，羽化真人的脸色变得极为不善。可是面对这个极为杰出的弟子，他终究还是展露出了一丝丝耐心。只见羽化真人一挥手，7具尸体整整齐齐地出现在陈长生面前。元神上人身体中的禁制也被清除，再次变成了尸体。送葬人，有意思的称呼，但你为什么只挖了3座坟？难不成你认为你能活着带走他们？师祖，说出来不怕你笑话，弟子在没有入门前是卖棺材的，因为一些偶然的情况，所以才有了这么一个稀里糊涂的称号。但是作为从事这个行业的专业人才，弟子对量的把握还是很精准的。今天只用得上11具棺材，所以弟子不会再拿出多的棺材了。哦，你凭什么有这样的把握？
师座，你听说过百拜仙尊吗？话音未落，陈长生直接甩出了一具石棺，而这石棺感受到血池的气息之后，顿时放出极为耀眼的光芒。只见一道伟岸的身影从石棺中浮现出来。孽障还敢现身！